年轻人，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万中无一的武学奇才，可以考虑加入我铁骨铮铮派，将来成就必然不可限量。阁下，能不能先把脚挪开啊？抱歉，看你调戏我闭月羞花的女弟子，本座一时没忍住。我只是和她说了2句话。这样啊，那实在太对不起了，快起来，再考虑加入我的门派吧。我说不同意，可以吗？我已经加入灵泉宗了。唉，朋友与我铁骨铮铮派无缘啊。倩倩，这家伙刚才没欺负你吧？掌门，他刚才想摸我的手。你这是活得不耐烦了！阁下，我没有，我只是有一点点想法，根本没动手啊，顶多算占便宜未遂吧。倩倩不会说谎，本座相信她，今天必须要好好教训你一顿。我的腰！倩倩，有没有被本座的气势折服？掌门，你什么时候养成了打人之老子一定要报仇！铁骨铮铮派创始人王掌门，早年铁骨铮铮地从悬崖上跳下去没摔死，后开宗立派，门派宗旨是做铁骨铮铮之人，行铁骨铮铮之事。王掌门励精图治，10几年时间，终于将门派从不入流一举迈入了9流门派。然后王掌门就因在风月场所被捕入狱，随后又因越狱不成被斩首，而我君长啸便是这位悲剧英雄的弟子，准确说曾经是。这个世界原本的君长啸在起夜去茅房的路上被牌匾砸死了。刚穿越过来的我对这一言难尽的死法也是拒绝的，不过这有点味道的起步并没有阻止我的决心。我君长啸既然来到这里，就要和同行们一样，称霸异世界，吊打各路天才，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尊帝王，狂魔圣仙。绝世功法，神技秘籍，各种系统统统的出现吧。最强门派系统启动成功，开始为宿主加载数据面板。这么有求必应的吗？开机界面这么狂暴的吗？还有门派任务。100年内让铁骨铮铮派成为星岭大陆最强宗门，弟子10万。若未能完成，时日一到，宿主即刻魂飞烟灭。我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幻觉，一定是被牌匾砸后的幻觉，再被砸一次就好了。恭喜宿主开启系统，请查收开机礼。还有礼物，我就知道系统不会那么不靠谱。获赠空间戒指1枚。这空间戒指是XXXXL 号的吗？别人家的系统要么送装备，要么送经验，要么1刀999级，为何到我这里就如此坑呢？喂，你也送点神器来啊！光送个2维码有什么用？先沟通一下这个镯子吧。这特效，空间里肯定能爆出神装啊！神装呢？神技呢？再不济给个神兽蛋，让我慢慢敷也行啊！心跳声，难不成砖头里会藏着一名超级大能，唤醒以后会传我绝顶神功？我就知道我这么一个天选之子，哪怕在茅房里挖出的石头，都会是失传的上古神器。嘞，怎么突然有字出现？你大爷的！这不是神器，这是炸弹呐！这炸弹走字还不准，怎么一次跳1个小时？宿主，此物名为灵魂爆破器，有独立思维和情绪。如果惹他不高兴，只会让时间倒数加快。你不早说！系统，我不玩了，我要回家。不是对您老人家凶哦，你心刀呢？我要自杀！满足宿主手愿，获赠难收之刀1柄。
汪宿主物尽其用。这坑爹玩意儿，还是仔细研究一下这个不靠谱的系统比较靠谱。门派名称、门派掌门，这些还比较好理解。门派建设1级，门派贡献之灵，是什么鬼啊？门派建设包含很多，级别越高，便可开启更多门派功能。宿主可以用意念触摸门派建设，打开详细数据面板。门派建设怎么提升？提升门派建设，宿主必须招收更多成员。门派贡献值呢？门派贡献值可以用来兑换门派商城内的宝物。门派商城，这可是主角标配的装备打脸利器，系统里没看到啊。宿主需要获得至少1点贡献值，才能开启隐藏的门派商城面板。如何提升贡献值？开启门派商城，宿主必须招收更多的成员。哼，明白了。所谓最强门派系统，无论建设还是贡献值，一切都离不开招募成员。好，从明天起开始招募成员。一个人影都没有，搞得我真是茶饭不思啊！喂，我要加入铁骨铮铮派。美女，我以掌门身份正式欢迎你加入。你就是掌门？那我不进了。美女，别，我们门派是绝对的潜力股啊！我虽然是一名年轻的掌门，但是我可以给门派带来新的发展眼光。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我就是这么一步步拼搏上位的。嘿，凭我3寸不烂之舌，总算把他留下来了。贡献值达到要求，系统开启门派商城。快让我开开眼！九转细碎丹，龙象部落长，惊鸿游龙步法，听名字就是神级啊！系统快把我能买的全列出来！哈哈哈，我都忘了自己只是一个没氪金的1级玩家。别了，我的神级！别了，我的神装！那宿主是否兑换新手大礼包？那必须兑换。宿主消费1点贡献值，获得新手大礼包。逃命用、扛揍用、长途逃命用，这全是用来狗命的，不应该是装逼打脸套餐吗？进戒指看一眼。经验之符，这是什么东西？经验之符可以用来快速提升宿主修为，捏碎即可。宿主成功突破到开麦3段，宿主成功突破到开麦4段，宿主成功突破到开麦5段。感觉无穷的力量涌上来了。想多了，军舰从高到低依次是5帝、5圣、5皇、5王、5宗、5师、5徒。那这个开印之符有什么用？开印之符是用来解开难收之刀的封印。偷一把免费的兵器还要解开封印才能用，这设定也太坑了！还好这不靠谱的系统告诉我，青阳城在举行百宗招募，是我招收成员的大好时机。李师兄，就是他打我。掌门，这谁啊？第1集被我打的那个色狼，倒叙太久我也快忘了。阁下胆子不小啊，敢打我灵泉宗的人，还不报上名号？铁骨铮铮派掌门君长啸。铁骨铮铮派是掌门逛窑子被官府抓住，又越狱不成斩首的门派吗？我听说他们弟子吃了3伙饭，怎么还存在？逛窑？诸位拦下本座，就是为了羞辱我铁骨铮铮派吗？一个垃圾门派，一个毛都没长齐的掌门，也敢欺负我们灵泉宗的新晋弟子！芊芊，躲远一点，本座要教训这群垃圾。如果你死了，记得把掌门之位传给我。就一个弟子还想篡我的位？你们谁先来？手腕上3道光圈。才开麦3段呢。门派之主，哪怕是9流，至少也得有5徒境界才行。开麦3段做掌门，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如果你现在跪下求饶，我灵泉宗还能给你这个掌门一个面子，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原来都是开麦4段。跪下？你怕是失了智？支线任务出发，解决挑衅的灵泉宗弟子。一个开麦3段，为何会有这么强的力量？因为我是掌门，这就完成一个了，还挺简单的。开麦5段，这家伙隐藏了自己真实的实力。解决挑衅的灵泉宗弟子，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获得4点门派贡献值。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后会有期。芊芊，我们走。应该除掉他们，以绝后患。没必要这么残忍吧？在弱肉强食的星陨大陆，对敌人仁慈才是最大的残忍。如果你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做掌门了。是啊，这里不是地球，是星陨大陆。这里以武为尊，弱肉强食，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支线任务出发，以大道理教育陆芊芊，并维护掌门威严。这是什么鬼任务？让我对芊芊装叉吗？铁骨铮铮派虽然只有9流，虽然只有2个人，但我也是掌门，必须树立威严，让这个女人明白我是她的顶头上司。芊芊啊，你刚才说的不错，对敌人不能仁慈，但要谨记，我们修武之人修的是道，修的是心，切忌仗势欺人，恃强凌弱。区区几个弱鸡弟子，对本座构不成丝毫威胁。如果将其杀掉，肯定有损门派威望。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获得1点门派贡献值。这雨风来得太及时了，配合我刚刚的背影，一定是逼格满满。我明白了，杀这些货色有损掌门威望，由弟子代为执行吧。喂，你这理解跑偏了喂！陆芊芊，你可是女人，女人就应该有女人的样子，而不是只知道打打杀杀。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出品量上单功效这么强悍，绝对千金难买，还只有1点贡献值。
武道世界重伤都是家常便饭，把剩下的全兑换，想办法高价出手。有钱就按7星级酒店打造门派，还怕招不到弟子啊！什么鬼啊？还有限购！哎，就当救人一命胜造7级。哎，人呢？早走了，站起来一句话没说就跑了，连声谢都没有，这人礼貌了吗？那可是整整1贡献值啊！这让我本就贫瘠的钱包雪上加霜。掌门，我劝你还是做坏人吧，在星陨大陆做善人，往往没好下场。我就不信这世上没良心存在。良心？有些人的良心早就黑了。看来很有必要加强一下这小妮子的思想品德啊。不过道友再次提醒我，这里已经不是地球了。地球有法律约束，有道德枷锁，这里都没有。这世界的人要么辱我、灭我、揍我，要么被我救完就跑。既然来到星陨大陆，从今天起，自然要遵从这个世界的规则行事，强者为尊，不受人欺辱，拥有权力和财力，受众生顶礼膜拜。可以，首先是要成为一名强者，撼天动地的强者。恭喜宿主初步领悟星陨大陆法则，完成隐藏任务，奖励10点贡献值。还有隐藏任务？最强门派系统的任务分为主线任务、支线任务、隐藏任务。隐藏任务隐藏在面板中，宿主必须机缘巧合下才能完成。当然，还有第4种任务——史诗任务。史诗任务，这任务听着就奖励丰厚。当宿主达到一定境界层次，会触发史诗任务。史诗任务获得的奖励将根据宿主完成度以及境界来决定。我什么时候能触发史诗任务？抱歉，有关史诗任务需宿主自行摸索，系统不会给予太多提示，以免破坏平衡。切，通关攻略都不给。不过莫名多了10个点，可以去商城扫扫货。青阳城到了，芊芊，麻烦下次温柔点提醒。哇，好高啊！将来一定要把铁骨铮铮派打造的比青阳城还宏伟。这憨憨难道是青阳村铁骨派的弟子？本座不是铁骨铮铮派弟子，本座是铁骨铮铮派第2任掌门。这家伙是掌门？不是吧？这门派还存在？这门派还有脸来参加百宗招募？这年轻人，我估摸的境界也就开麦2、3段，2段就当掌门，那我们这些3、4段的就可以开宗立派了。虽然是个傻子，但我们说的是不是太过了？人家好歹穿越后开启金手指，从此吊打天才，脚踩神魔。我呢，有个系统，还绑了个炸弹，苦命。掌门，姐姐，还好有你。你现在是不是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个毒蛇女！放心吧，本座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岂会在意别人私下非议？我们直接去城西的百宗招募。这般被嘲笑，掌门你都忍得了？哼，身为穿越者，我非同一般的脸皮，岂是你这个小丫头可以揣测的？忍不了也得忍，唯有用实力，才能让他们闭上嘲笑的嘴。之前是系统给的主线任务，让我不得不去完成。而现在，星陨大陆准备迎接我君长啸的主动出击吧。只是，今年我们虎啸宗肯定可以吸收到很多优质青年。
哎，都是八流门派，想从我嘴里抢食也没那么容易。今年我长刀门一定要冠绝八流门派。老爸，我们凭实力说话。我说的没错吧？最便宜的这款帐篷套餐也不错。哪个门派这么不长眼，敢将门面扎在我长刀门前？哼，铁骨铮铮派是我们百宗联盟之耻。呸！这里是我长刀门地盘，赶快滚一边去，大贱！百宗招募即将开始，我等同为百宗，应该和和气气，没必要大动肝火。如果王掌门还在，李某将铁骨铮铮派看作百宗一员。但现在，哼，你这种门派在我虎啸宗旁招募，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哼，本座今天就把门脸建在这里，不论是谁突然找茬，都无法阻挡我们铁骨铮铮派大展宏图。臭小子，你瞧不起秃头吗？头发再多，也没有不开眼的会进你这破门派。正好用你们来做招募的活广告。李家的李清扬来了！李清扬，快别管这傻子了，快赶过去！李清扬，有点耳熟啊。各派争相拉拢的热门就是这青阳城李家嫡系李清扬，他15岁就被验证出上品灵根，青阳城第1天才。听说他以后跨入武王也不是问题。上品灵根，灵根高低代表武道资质强弱，以及将来修为的上下限。青阳城这种小地方，中品灵根都是万里挑一了。话说我好像只有低品灵根，我也混得太惨了点。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我一定要把他忽悠进门派。李公子，加入我铁鹰门，大弟子你来做。大弟子有什么好当的？李公子加入我们青云派，你便是高高在上的长老。呸！你青云派长老数量都比弟子多了。李公子加入我们聚精帮，一切武道资源可以随意享用。李公子加入我如意坊，师姐师妹全天贴身伺候哦。芊芊呐，你觉不觉得这人有点眼熟？他就是先前在野外连谢谢都没有说的受伤之人。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有意思。李公子，有没有兴趣加入我苍山派啊？啊，苍山派那可是青阳郡5流宗门。此人有商品灵根，天资还算不错，加入5流宗门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没戏啦！我们想用救命之恩来招募他的。啊？请问您就是铁骨铮铮派的掌门？为什么李公子回去找了个垃圾门派交流啊？不错，本座正是铁骨铮铮派掌门。先前在野外，因为着急回家，连声感谢都没说就走了，实在无礼，还请掌门见谅。老大爸，我是不是产生幻觉了？青阳城第1天才，在向那家伙道歉？嘿嘿，哼，李公子，不过小事一桩，你不说，本座都忘了。明明刚才还想用救命之恩强迫他加入。能否给我讲解讲解铁骨铮铮派？支线任务出发。这都能触发任务，我今天就是尽力本领。了解铁骨铮铮派光辉历史，说服青阳城第1天才加入。我们有光辉历史？李公子，他们门派哪有什么光辉？门派唯一的高光就是王掌门为扫黄打非做出的贡献吧。铁骨铮铮派无非就是个不入流的门派，我以残存的秀发起誓。说够了没有？这都是世俗之见。事实上，我铁骨铮铮派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上古宗门。哦，能细讲一下吗？第1天才的脑子是不是不太好？这都能信？李公子，可否听说过东海？这都是世俗之见。事实上，我铁骨铮铮派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上古宗门。
哦，能细讲一下吗？第一天才的脑子是不是不太好？这都能信？李公子，可否听说过东海？听说过，金陨大陆东边是一片汪洋大海，里边布满无数海兽，是非常危险的区域。东海尽头有一奥莱国，在那奥莱国有2座神山，其一为花果山，其二为铁骨山。我们铁骨铮派便是起源铁骨山，第一任掌门名为孙悟空，先号齐天大圣。哎，有鼻子有眼的，难道他说的是真的？一派胡言啊！东海凶险万分啊，强如吾皇都不敢深入。现存于世的记载也从未提及过奥莱国，更别说铁骨山了。老头儿，我只能说你对星陨大陆的了解一无所知。老朽无知，倒想请问君掌门啊，你所说的孙悟空是何方神圣啊？又师承何处啊？我铁骨派第一任掌门摄取天地日月精华，历无尽岁月孕育，破神识而出，师承灵台方寸山菩提老祖。西游记背得好，牛叉吹到老。人乃血肉之躯，怎么会从石头里出来？你这小娃莫要妖言惑众啊！好家伙，你对万千生灵的演变也是一无所知啊！你当老夫是傻的吗？会相信你的一派胡言啊！没想到铁骨铮派还有如此历史悠久的背景，不可信啊，李公子！但是你说的这些不过是曾经辉煌的铁骨铮派，如今又有什么优势、什么优点呢？这问题精辟呀，一下子戳到这个不入流派的软肋上，老夫太不容易了。这世上没有永恒，再强的宗门也有凋零一天。我们铁骨铮派没能幸免，最后没落成现在的样子。你们铁骨派压根就没强过，好不好？但我派毕竟是上古门派，哪怕跌下神坛，也存在底蕴。比如你先前服用的丹药，就是最好证明。瞬间复原的药，看这神奇，他却随意给了我这个路人。或许他说的，本座要重振宗门昔日辉煌，需要你这样的天才辅佐。他们许给你的条件，本座难以做到。但如果你想成为武帝，就加入铁骨铮派吧。成为武帝？嚯，你这家伙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啊！武帝是星陨大陆最强境界，世人心中敬仰的神灵。好，我加入铁骨铮派。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获得5点贡献值。你拥有上品灵根啊，未来成就无限啊！加入不入流的铁骨派是在自毁前程啊！我铁骨铮派虽然不入流，但只是暂时的。今天本座把话撂下，不出3年，一定会超过你苍山派。超越我苍山派？这小娃真以为靠一张嘴就能让门派强大起来吗？看来要让你这毛头小子了解一下天与地的差距啊！马长老，请不要让我们掌门难做。啥？好，老朽等着铁骨铮派扬名立万那一天啊！马长老，请留步。啊，是李家主，李清扬的父亲。马长老，吾儿清扬年幼不懂事，李某代他应下贵宗诚意的要求。爹，我已经加入了铁骨铮。闭嘴！这种关乎一生、关乎李家未来的事情，由不得你胡来。马长老，请留步。啊，是李家主，李清扬的父亲。马长老，吾儿清扬年幼不懂事，李某代他应下贵宗诚意的要求。爹，我已经加入了铁骨铮。闭嘴！
这种关乎一生、关乎李家未来的事情，由不得你胡来。爹，你教我做人要有诚信。我既然加入铁骨铮铮派，就不会脱离。逆子，为了一个九流门派，你就忤逆为父。你如果不退出铁骨派，以后就没我这个父亲了。家主，公子，家主年岁大了，您可别再惹家主生气了，赶快脱离那垃圾门派吧。李公子，百善孝为先啊！你这般忤逆父亲，便是大不孝。李家主，我铁骨铮铮派没你想的那么不堪。李公子加入我派，将来成就肯定只高不低。只高不低？我儿加入铁骨派，一定是被你的花言巧语所骗。金掌门，让弟子成为强者，首先要对武道有着非凡的理解。你如此自信，想必应该有丰富的武道经验吧？哼，本座不敢妄自推崇。如果说武道经验，应该比在场任何一个人都强一点。这吹牛越吹越熟练。李某今天倒要讨教讨教。我青阳城有一本传承100年的剑法，名为九式叠浪剑，共有9式，但流传至今只剩8式。100多年来，修炼9式叠浪剑的武者，每100万也有90万。可自始至终，没人能参悟出最后一式。若你能参悟，便证明有真材实料；否则的话，还请将吾儿逐出铁骨派。哼，想以此来让本座颜面扫地，让青阳城看清我派实力，没问题。系统商城开。使用洞察之符。他在学秘籍，这么快的翻书能学会啥？此乃量子波动参悟法。芊，剑来！这波浪气流，他已经参悟了第1式，只用了1分钟。啊！第2式，我当时耗费了5天才领悟，他只用了5秒。这样还是太慢了。李家主啊，此子定是已经修习过9式叠浪剑，否则的话，这修行速度也太过妖孽了。军掌门，为何停在这第9式啊？还是说你之前也只学到了第8式？这气息是剑境。我的天！他竟然会进入剑境！这家伙走了什么狗屎运啊！往今来，多少剑道王者终其一生也未能有如此机缘啊！搜塞，此子进入剑境，顿悟剑道，还求之不得的机缘啊！尔等勿要惊扰他。老人家，你倒不是什么坏人。那接下来就麻烦你试个招，因为在场除了你之外，应该没人能接下。这强度，毋庸置疑呀，是武徒级别的，开脉武断的武徒啊！马长老，
刚刚那一剑真的是第9式？刚刚那一剑的威力啊，不弱于凡品武技啊，是货真价实的第9式啊，甚至更强啊！2分钟啊，就演化出如此惊人的武技啊！军长们，马某佩服万分啊！过奖。在下还有个不情之请呢。马某这些年呢，修炼一种新法，但参悟到第4层便难增进了，还望军长们能给予指点啊。五流苍山派的长老，货真价实的5式强者，再请教一名9流掌门。如果马长老愿将心法口诀说出来，本座倒可以试试。心法困惑马某数年啊，今日听军长们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呢。依照本座的建议，回去修炼1-2个月，应该可以突破更高层次。军长们，马某有事要返回宗门处理，以后若有缘再见，必将好好请教武道啊。军长们，可否给陈某也指点武道？军长们，能不能也指点一下我可以付费。50您都能指点，我的小问题你肯定分分钟搞定。时间还剩不少，那么每个武道问题咨询费100两。我买！你的钱已交齐，拿好你的手牌。这前面还得排多久啊？不许插队，想也不可以。好的。军长们高见，在下明了了。现在既可以赚钱，又可以顺手把他们的武技心法学会，大赚血赚。下一个，那个，军长们，李某这里也有难题，希望能帮忙指点指点。可以，1000两。别人最多100，为何我要1000？军长们武道见解惊人，况且李某已同意将吾儿托付给军长们教育了。哎呀，原来是二徒弟的家长啊！那打个折，1两。你这是打了粉碎性骨折吧？这可是我派弟子家长的专属福利。军长们，我女儿非你门派不嫁。军长们，我儿子要加入铁骨派。军长们，我儿子可是青阳城才俊榜前2、前5。军长们，芊芊、荥阳，招生正式开始。累死爷了！不过已经招收了10名中品灵根，40个凡品灵根。这次百宗招募的好苗子，估计也就这么多了。剩下的就是招收低品灵根了。照这个速度，招满10万弟子指日可待。警告！系统警告！门派成员100，如果满员后强行吸收弟子，会遭到严重惩罚。什么情况？只准我招100人？怎么多了2条？门派成就值和门派任务是什么鬼？系统大发慈悲，免费解说。宿主想要突破100人限制，需派弟子完成门派任务，任务完成提升门派成就值，成就值满10就可以扩招了。净给我整套路整活儿，这不是欺负我没冲个6-4吧？你就是军长校，打了我们灵泉宗的弟子，不付出点代价，岂能让你安然离去？是灵泉宗长老魏一怒。去年有个8流门派弟子把灵泉宗弟子打了一顿，结果掌门亲手废掉了弟子修为，逐出师门，还赔了很多银两。青阳，灵泉宗不是9流门派吗？为什么很多8流门派的武者都怕他们？掌门，因为他们的宗主长老都出自5流宗门圣泉宗，所以被大家忌惮。
知道我们的厉害，就跪下道歉，把你们的钱财放下，自废武功就可以滚了。知道我们的厉害，就跪下道歉，把你们的钱财放下，自废武功就可以滚了。第一个门派任务来了，就是前来找麻烦的云泉宗长老。没想到你还是个精英怪，你那几个废物弟子调戏我派女弟子，本座小惩大戒以示仁慈。你呀，竟敢舔着脸在本座面前讨公道！小子，你找死！有胆量跟老子上恩怨台！掌门，他已经开麦12段，而且恩怨台上生死无论。是吗？那就省下了很多麻烦呢。掌门这么轻易就接受这么危险的挑战，是不是掌门已经是5徒级别了？不，才开麦5段。那掌门有留下什么遗言吗？小子，你如果当个缩头乌龟，本长老或能放你一马。既然上台，就做好死的准备吧。给你提个醒，本长老主修肉身，没任何武力加持，一拳轰碎2000多斤的巨石。然后呢？还有什么牛？快一起吹完吧！找死！韦长老，开始了吗？哦，竟然连一小步都没退，这是什么武技？金钟罩。掌门，这是何等武技？从来没听说过。莫非是铁骨派上古时传承下来的？他胡说八道的可能性更大。不过，他确实有很多让人看不透的秘密。好险好险，还好扛下来了。得亏有新手大礼包送的耐揍之符，否则刚刚的冲击力，死也得重伤啊！无论什么武技，一拳不行就多打几拳。加油！再加把劲儿，就能打皱我衣服了。好可怕的防御武技！这么强悍的武技，掌门已经立于不败了。小子，能逼老子动用底牌，你就算死，也应该感到荣幸。原来你不止长得像撒旦先生，连底牌都是龟派气功啊！这架势！掌门快躲开！这是圣泉宗独门武技，凡品中阶的光辉万钧璀璨金狮拳灵式。这名字起的，圣泉宗的宗主是不是姓波，叫风水门？面对这套武技，还敢走神？受死吧！光辉万钧璀璨金狮拳灵式。这个什么万什么十拳，如果记不住名字怎么发招啊？哎呀，碰碎了！碰碎了，碎了，他果然底牌层出不穷。老刀爸，我是不是在做梦？他的金钟罩不会是凡品高阶吧？系统出品，果然精品。还有什么招式都使出来吧。如果你还有余力的话，韦长老。哎呀，韦长老不行啊！大品阶武器虽然强悍，但消耗的灵力也高，他怕是精疲力尽了。哈哈，筋疲力尽？你以为老子只有武技吗？他也有空间装备啊，而且这刀是范大师铸造的武器。范大师，星云大陆顶尖铸造大师，一生铸造武器万千，每一柄都被大陆武者视若珍宝。此刀乃韦某花重金购得，一直视如生命。今天是首次在人前亮出。刀刃上有豁口啊，你不应该找找售后吗？范大师铸造的武器，就算有瑕疵，也是珍贵无比。而且
你知道无损版的有多贵吗？金龙大刀，凡品级，融入我的灵力后可斩5图。亮出你的武器，与我一决生死。不要着急，我正在挑选道具，正好之前贡献值还溢出了几点。有了。你亮出武器，老子就出刀了！大漠刀法。这刀卖相倒是不错，不知道威力如何。你亮出武器，老子就出刀了！大漠刀法。这刀卖相倒是不错，不知道威力如何。九式叠浪剑9。啊，不好意思，第一次为这把剑开锋，没掌握好度。我是不是下手太狠了？不过他是想要杀了我，我废了他也没什么不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以牙还牙，加倍奉还。芊芊、青阳，走，回门派。哦。军掌门竟然击败了开麦12段的伪长老，这不是击败，是碾压。灵泉宗要疯狂了，不知道铁骨铮铮派能不能挺过去。青阳，一去门派将再难和父母相见，回家多陪陪他们。10天后自行来门派报到即可。父亲经掌门一番指点，这时候应该闭关了，回去也没任何意义。那就随我先一步返回门派吧。掌门，弟子有一个不情之请，弟子想带一人去门派，我深爱的人。男的女的？当然是女的，一个出身贫寒、资质平庸的女人。所以，这就是你加入我铁骨铮铮派的另一个原因。苍山派类的正经宗门不会允许我带外人上山。门派现在也缺少人手打理杂事，就带着他一起吧。但是，本宗就不正经了吗？你16岁就谈恋爱，是不是早了点？你考虑过本座自身大龄单身汪的感受了吗？信不信本座拆了你家？去把人带过来吧！哼！他不想耽误我的前程，留下一封信走了。那女孩倘若如你所说，出身贫寒又资质平庸，悄悄离开你，对你对她都是最好的结局。掌门也认为她配不上我。不是我认为，是别人这么认为。当我成为强者，无论天涯海角，也要将她找到，然后当着全天下人告诉她，只有我李青阳配不上你，没有你配不上李青阳。那我就是让你变强的人。掌门，我现在退帮还来得及吗？别急，今天赚了不少，把门派改建一下就好了。小屁孩，敢在我铁骨派门前撒尿，本宗要割了你的作案工具！小屁孩，再喊我狗剩，本座现在就宰了你！本座岂能和3岁孩童一般见识？进来吧。哎呀！啊！我要砸碎他！掌门冷静，这是我们铁骨铮铮派的牌匾。现在门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重修宗门，这些破门破窗统统换掉。青阳，这些事情就交给你了，务必要认真完成。我还有点头晕，先回房了。好的，掌门。狗剩这名字比君长啸好听多了，掌门为何那么抵触呢？装修进度不错，青阳做事很靠谱，这样我也可以放心的提升修为。资质决定修炼速度和境界上限，先给这副身体打好基础。恭喜宿主，灵根资质从第1品
质提升，带动基础修为提升。恭喜宿主成功突破到开麦7段，这算是提升资质的福利吧？下次从凡品提高到中品，应该还有。不过开麦7段，应该还不足以应付灵泉宗接下来的报复。系统，还有没有快速开麦的办法？有，贡献值兑换修为值。恭喜宿主成功突破到开麦10段，哈哈哈哈哈！变强的感觉，爽！掌门，你这一拳打出，至少需要200两来重建。所有钱都给你，我去闭关，不给你添麻烦了。3天，师弟们来之前就可以修整完毕了。苍山派长老让我参考的静心咒，加上凡品灵根，让我吸收灵气的效率确实大大提高，但还需要几个月才能下次冲脉。哇！竟然还有水塘、亭台，还有假山和阁楼，这是本座的门派。掌门，门派翻修的还满意吗？满意，非常满意。我还以为我穿越到谁家皇宫了呢。我带你看看前院演武场吧，顺便汇报一下翻修银两明细。青阳啊，我前几天赚的钱只剩这些了吗？几千两零花钱。鹰派掌门来赎人了。大当家说你好歹是个掌门，就见一见你，顾及江湖规矩，不让小弟们直接砍死你。这山寨三面环山，唯一入口被层层封锁，难怪官府和各门派屡次围剿，却屡次吃亏。
这8个应该就是黑风寨的精英怪了，每个都至少是开麦10段以上，而他绝对5徒级别。军长们大驾光临，让我黑风寨蓬荜生辉呀！一名5徒堪比10名开麦12段，若再加上高级5阶，奶奶的，压力有点大。本座不喜欢废话，此次前来黑风寨，只为带弟子离开。我周天霸也不拐弯抹角，1个人头100两，30多人取个整，3000两。小子，找点偷着乐去吧。我们黑风寨以往都是200两1人，概不讲价。这样吧，本座出1两，大当家把人放了，再道个歉，1两银子就当黑风寨的住宿费了。军长们，你给的这个价毫无诚意呀！长们，救我！救我！军长们，周某今天杀你1个弟子，就等于少1个人头，这样你就无需支付更多赎金了。军长们，周某今天杀你1个弟子，就等于少1个人头，这样你就无需支付更多赎金了。别杀我！我不想死，我愿意投靠黑风寨，我愿意为你们做牛做马。嘿嘿嘿嘿，这小子真怂！快看，裤裆都湿了，一定是吓尿了。如此没尊严，我这是招的什么弟子？军长们，如此怕死之辈，周某替你解决，应该没意见吧？老子有意见。这家伙好像生气了。大当家帮你小子清理1个贪生怕死的弟子，不该好好感谢吗？你这手下插话，一点规矩都不懂。本座今天帮你清理门户，应该没意见吧？杀我9弟，拿命来！哎！哼，住手！好强的气息！军长们确实剑道非凡，周某也不想大动干戈。你的31名弟子在我手里，3100两，便可带他们离开。难怪能忍住，原来还是想要钱呀！1两，概不还价，不识好歹！大当家，让兄弟杀了他，身上钱财一样可以搜来。这块头和肌肉是力量型选手，还是比较好对付的。6当家，杀了这家伙，为9当家和死去的兄弟报仇！挑断他手脚筋，挂在山寨柱子上暴晒几个月。老6，这小子出手极快，千万别大意。我会让他明白什么叫快。哇，这姿势！6当家的招牌武技西部画影。糟糕，预估错了，是速度型的，完全看不清这光头。太慢了，老子让你见识一下何为速度。老6的7步画影比半年前增进不少啊！以6弟现在速度，我想将其擒下也是非常困难呀。剑再快，也快不过6弟疾风般的速度。和苍蝇似的在耳边嗡嗡乱响。6弟速度那么快，随便乱戳，要是能戳到，我就什么？速度太快，连你自己也掌控不住吧？白痴，不知道转下弯，
非往我剑上撞。怎么，打不过本座就准备以多欺少？是你们逼本座动用底牌的。难收之刀。什么情况？怎么这么短？在空间戒指里的时候，至少也有1尺多长吧？这牙签就是你的底牌？你这底牌能不能切开苹果都不好说。赶快把它擒下，搜出身上值钱的东西。4个开买12段，没办法了，赶鸭子上架吧。宿主使用开印之符，难受之刀封印解除。翻开！哪来的强魔？难道那不起眼小刀会是件高品质武器？这是40米的长刀，刀长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威压，压得我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这就是难收之刀吗？这他喵的40米也忒长了吧！军长们，请把刀收起来，我们有话好好说。这威压，我竟然完全无法动弹。本座40米大刀拔出来，就很难收回了，所以厚葬吧！一瞬间就同时秒杀了2弟和3弟。是我故意解开对你的威压，你才能逃过一劫。因为本座还有事要问你，而且刚才那一瞬间离去的不只有你的2位当家，还有100多毫无人性的畜生。本座今天便替青阳郡的百姓，替那些枉死的冤灵清理门户了。厚葬吧！一瞬间就同时秒杀了2弟和3弟。是我故意解开对你的威压，你才能逃过一劫。因为本座还有事要问你，而且刚才那一瞬间离去的不只有你的2位当家，还有100多毫无人性的畜生。本座今天便替青阳郡的百姓，替那些枉死的冤灵清理门户了。大爷饶命啊！放过我们吧，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求求您了，放了我们吧！放过？那一具具尸体会同意吗？那一个个无辜的亡魂会同意吗？今天由我来做你们的杀神。大当家，现在只剩我们2人了。本座让你先跑39米。军长们饶命啊！我会把贵派弟子都送回去。大当家，本座很好奇，你为何会突然盯上我铁骨派？周某对不久前的百宗招募略有耳闻。哈？本座希望听到实话。灵泉宗，是灵泉宗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劫持贵派弟子，取你性命。上路吧。剿灭山贼226人，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为民除害，奖励50点贡献值。警告：宿主使用难收之刀后，强制虚弱30分钟，期间没有任何力气、任何防御，3岁小孩都可以随意杀之。你呀，不早说！还好将这些人渣全剿灭了，而且你们也可以瞑目了。掌门，这要是发生什么意外，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啊？很简单，我做掌门，你做大弟子。认真的吗？不过那家伙的底牌也是一个接一个，或许……掌门，你总算想通了。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先报关。青阳，30多个弟子都在山下，
你派人去接一下吧。啊？对了，走之前你不是说要翻修内院吗？拿去。金条，掌门，难道你把黑风寨？黑风寨，本座顺手灭掉了。大人，黑风寨200余山贼，从伤口看死于同一武器，而且从尸体位置推测，很有可能死于同一人之手。同一人，看来我青阳郡出现了个了不起的人物啊！接下来的事情就拜托你了，系统爸爸。现在弟子和门派都准备就绪了，需要准备门派的基本修炼心法，可是商城里却没有合适的选择，只能花10点贡献值刷新看看。可是系统说刷新是完全随机的，有可能花钱买了个寂寞，而且按照我以前的飞球属性，说不好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这个是神品初级心法。脱飞入欧啦！宿主运气真好，这种神品心法能在初级商城刷新出的概率不足1%。芊芊、青阳，快来大殿开会。掌门心情看起来不错哦。本欧皇不是，本座决定了我们门派的头等大事——校服。校服？我已经设计好了。青阳，你到镇子找家不错的裁缝店定做一下。可是掌门，头等大事不应该是传授弟子们入门心法吗？而且这校服的胸口开这么大。闭嘴！你又不是甲方，不许提意见。至于心法，便是我派独门秘籍《易筋经》。宿主兑换心法完成，自动开启门派功法功能。门派功法有什么作用？门派功法仅限门派掌门、弟子修炼，外人不可修炼窃取。弟子如若被驱逐、叛变师门，或丢弃、告知、透露他人，也会被强行抹去功法记忆。版权意识这么强的吗？那就不用担心神品功法会引来别人的觊觎了。掌门，就先用我独创的《易筋经》来当门派心法吧。就先用我独创的《易筋经》来当门派心法吧。复制秘籍还花费贡献值。青阳，你就把这些秘籍分发给弟子吧。掌门创了一种心法。哎，这口诀好玄奥啊，简直将玄和易完美结合。这《易筋经》绝非父亲花重金买来的中品心法可比，莫非会是上品心法？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吧。多谢掌门。掌门，如果你创的心法没弟子修炼的心法高，可以不学吗？芊芊，你修炼的心法如果达到神品，可以不学。那我看看再说。是害羞了吗？看来冷得不够彻底。掌门救命！你小子怎么自己把自己系上了？还是死扣？尝试一下易筋经嘛。心法看似通俗易懂，其实玄妙莫测，绝对货真价实的神品心法。开麦武者绝不可能创出神品心法，莫非铁骨铮铮派真是没落的上古宗门？太好了，运行了几个小周天，和我的太玄冰心诀完全不冲突，一起修炼的话，或许可以更早报仇。看来小乔铁骨铮铮派的更是小乔的掌门。系统，为什么我参悟了半个时辰，
腿都坐麻了，毛反应都没有。宿主资质太差，哪怕易筋经通俗易懂，也要比别人更难修炼。你的意思是，我如果没有系统，连个屁都不是？恭喜宿主，理解力 max。一个时辰不行就1天，1天不行就1年。本座不信，不靠系统，我自己就练不成。嘿咻！哈哈哈！本座不眠不休，总算可以运转小周天循环了。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天道酬勤”，技能捕捉40奇力，共奖励30点贡献值。看来系统也不希望我过于依赖它，还好我够努力。掌门，我刚运行了2个大周天，不知道怎么就感觉快可以突破开麦11段了。凡尔赛妖人，给我滚出去！哈！哈哈，我开麦4段了。学了易筋经后，你是咱宿舍最后一个突破的，还好意思浪叫？来，把爸爸枕头拿回来。滚！修炼易筋经10天时，9人突破到3段，5人突破到4段，1人突破到5段。20天的时候，全部弟子均已提升1段。掌门，这么多弟子在同一天冲脉成功，是多么惊世骇俗啊！青阳，这种事情以后会很普遍，你作为2弟子，要学会适应才行。知道了。掌门能创出这种心法，真乃神人也，是弟子大惊小怪了。那弟子下去安排师弟们的下一步修炼。这么快就集体冲脉成功，我派强大起来指日可待。不愧是神品功法，就是可惜没刷新出洗髓经。看来我是离不开非洲这片大陆了。积攒了1天的灵能来冲脉，今天又失败了，5成的成功率，全派只有我没冲脉成功了，欺负我翻品灵根呐！宿主推荐你一个丹药，可以帮助你哦。啥？提升5倍灵性凝聚，这可是修炼的好东西，买！运行个小周天，灵气就铺天盖地涌过来。这就是青阳他们平时吸收灵能的速度吧？真是难以想象的快乐。青阳是圣品灵丹，吸收速度比这快多了，他的快乐你想象不到。滚！哇！开麦11段，神品易筋经加上聚气丹，还是冲击了5次才成功。本系统愿称你为最强飞球。聚气丹功效上备注仅限掌门使用，那是不是代表也有适用于弟子的丹药？不错，会飞球啊不，宿主的智商点赞。我推荐一款比较合适的产品。1点只能用1天，太少贡献值了吧？我现在的全部资产也就够开1个月。弟子变强，门派就强，推荐宿主购买指数5颗星。好吧，信你一回。宿主消耗10点贡献值，获得一件出品弟子灵气阵，门派贡献值剩余30点。还有说明书，先长按电源键3秒。掌门，不好了，有人在山门闹事。闹事？又有野怪来送经验了。给我打，狠狠打！一个臭要饭的，一个偷我们艾家的丹药。别看修为不怎么样，跑的倒是挺快，害得本公子还得跑到这荒山破宅子的地方，脏了我新买的云履须。给本少爷往死里打！住脚！这里是我铁骨铮铮派地盘，想打架就滚远点打。这小小铁骨派敢让本公子滚，
是不是傻？公子，公子，什么情况？我怎么不自觉就一脚踹上去了？公子，醒醒啊！公子都敢打，你们铁骨派等着灭门吧！艾家这么厉害，敢灭我铁骨铮铮派？集体生一气后，团结凝聚力就是高啊！掌门，艾家是胡杨城经营丹药的第一大家族。竟敢踢本少爷爱揍的脸，去把你们掌门叫过来，跪下来道歉！怪不得见你就想踢你，原来是因为你叫挨揍啊！臭小子，本公子一定让你们掌门捉你出师门！不用喊了，本座就是掌门。铁骨派掌门，你以为躲在暗处派个小鸡崽出来糊弄，本少就会善罢甘休吗？你是傻子吗？老子站你面前这么大一个掌门，你看不见吗？滚！公子，咱们先撤，下次再找回场子。青阳，本座就这么不像掌门吗？掌门，你振作点啊！断了8根肋骨，同时内脏有破裂的迹象。他最多能撑2个时辰，可普通医者肯定束手无策，除非用我派从上古流传下来的丹药，方可让他化险为夷。那种瞬间恢复的丹药，你以为是糖豆，说有就有？我现在还真有一颗现成的疗伤丹，你们说是拿来救呢，还是不救呢？救！哼，有意思。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星陨大陆每天死的人多了，你能救得过来？青阳，你心地善良，这一点难能可贵。但有时候，现实是很残酷的。给你用药时，本座并不知道这药效会如此强。如今知道疗效，自然不会随随便便拿去救不相干之人。掌门是后悔先前为我服用那颗疗伤丹了吗？因为救了你，你才得以加入铁骨铮铮派，成为2弟子。如果当时不救你，才是一件让本座后悔莫及的事情。一颗疗伤丹让本座收了一名天资卓越的弟子，希望这次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吧。你真要救他？你真以为像2师弟这样的天才，随便救下来一个就是吗？也许运气好呢。少年，你知道吗？刚刚为了救你，耗费了本派镇派之。军掌门，掌门，请让我加入铁骨铮铮派吧。我还想着铺垫点前戏再问你，你倒是直捣黄龙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萧醉起，溧阳城萧家嫡系。你就是萧醉起，1000年一遇的极品灵根天才。我叫萧醉起，溧阳城萧家嫡系。你就是萧醉起，1000年一遇的极品灵根天才。哦吼！萧醉起，青阳郡溧阳城萧家嫡系，极品灵根，整个青阳郡无人不知的天才。然而不知何故，灵根退化到低品，12条主脉再次缝合，修为荡然无存。因为灵根修为倒退，他的未婚妻带人来萧家悔婚，狠狠将其羞辱一番。后来萧家觉着丢人，将他逐出了家门。欲知后事如何？青阳，没想到你体内还燃烧着相声之魂。这小子妥妥的废柴退婚刘男主啊！那我就是他的老爷爷喽。掌门，你愿意招一个废物吗？当然不愿意。我也知道自己不配做铁骨铮铮派弟子。军掌门，多有打扰了。萧公子，你只要留在铁骨铮铮派，在掌门教导下，肯定会找回失去的。出门左拐就是悬崖，想死就跳下去，也许因此获得奇遇，走上人生巅峰。从我变为废物的那刻起，就注定
不会再有什么奇缘和机遇了。奇遇是给有准备的人，这世上没有天生强大之人，只有天生要强之人。被未婚妻悔婚，你能忍受吗？被家族唾弃，你能忍受吗？你不想再次变强，告诉那目光短浅的女人，那群冷血的族人，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言止于此，要滚就赶快滚。军长们，我想加入铁骨铮铮派，我想找回失去的一切。过往你压抑太久了，接下来，本座带你重拾荣耀。让一个极端消沉的家伙恢复武道信心，请叫我嘴强王者。门派弟子资质普遍不高，如今又收一个废物，只会拖累门派发展。你不觉得把他们培养成强者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再说你不还出了个支线任务吗？赚了5个点。对了，加上最几，门派人数又达到100了吧？门派任务可以开启了吧？系统检测成员已满，且弟子全在门派，符合要求，门派任务启动。这么多吗？而且这都什么任务？挑粪上菜的。宿主如果不满意任务，可花10点刷新。扫扫地、找找狗蛮好的，这些弟子也该历练历练了。青阳，带弟子们来接任务啦！修炼的真谛便在几句话就忽略带皮过来写信。老爷爷，你想写什么信？啊？您是要写什么信？啊？您是要写什么信？啊？您是要寻常笑？你死定了！系统，你看，我对花费贡献点已经过敏了，希望这次的10点花得够值。力量测试机可精准测试力量数值，宿主每隔一段时间可以测测自己和弟子们的成长。我来试试。宿主现在的力量是1800斤，同级别的开麦11段武者大约只有1500斤。是因为易筋经吧？我再试一次。君长啸，你给我滚出来！这浑厚的沙哑的男低音都有点千里传音的感觉啊，是来了个很不好惹的敌人啊！芊芊，你回来了，外面你有看到什么敌人吗？有着低沉而性感的嗓音。君长啸，知道给一群耳背的老人写信多费嗓子吗？原来是你的声音啊！冷静啊！我甜美可爱的少女音。